日本住宅價格指數2年嚟足足升咗10.5%，中國同期下跌7.6%。日本上半年出口按年上升3.1%，中國出口按年下跌5%。MSCI 日本股票指數年回報率係15，中國股票指數1年嘅回報係-2.03。日本嘅失業率創30年新低，中國嘅失業率係30年新高。日本最新嘅第二季 GDP 超越咗歐美，差少少就追埋中國。究竟日本嘅經濟係咪真係好似食咗仙丹咁樣，迷失30年之後起死回生呢？新上任先幾個月嘅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推翻晒10幾年以嚟嘅舊經濟政策，改為推出5大目標。究竟2024年嘅日本會唔會超越中國呢？日本嘅經濟就好似過山車咁，大起大落。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超英趕美，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當時日本車同埋佢嘅電子產品真係好威嘅，經濟增長神速。去到1986年，日本政府就擔心咁強嘅日元會令佢嘅出口下滑喎，所以佢哋連續5次減息去刺激經濟。又真係俾佢搞掂咗喎。但係呢啲熱錢咧就湧到去呢個房地產同埋股票市場。當時呢塊位於日本首都中心，仲要喺皇宮附近嘅地皮，據說呢塊地嘅價錢就等於當時候美國成個加州加埋晒所有房地產嘅總和。去到1990年，日本所有嘅財產咧已經接近20萬億美元，相當於全世界總財富嘅20%，係世界股票市場總值嘅2倍。減息短短3年之後咧，日本政府開始知驚啦，佢哋驚呢個巨型嘅資產泡沫會爆，所以當時日本央行咧就決定激進咁樣咧加息，收緊翻晒啲銀根。但係過急嘅加息令到日本咧經濟陷入一個流動性嘅陷阱，即係 liquidity trap， 成個過山車一下子衝咗落去，股市又爆，房地產市場又爆，大量嘅銀行咧陷入咗一個巨大嘅不良貸款危機，甚至破產。長達30年，日本好似咧消失咗喺呢個國際經濟舞台咁樣，經濟長期跑輸亞洲其他地區。而去到2023年咧，呢架過山車又再次上翻去咯。究竟日本嘅經濟今次係咪真係 to the moon 呢？ Rainy 詩人咧一直都好努力做一啲優質嘅影片咧分享出嚟。喺度咧我都希望你可以幫一個細細嘅忙，就係咧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依家有咧47% 訂閱組嘅觀眾，我希望呢個數字咧可以升到50%。你嘅一個訂閱咧絕對可以令到我哋嘅 channel 咧走得更遠。唔該晒。喺呢度我哋先了解咧日本嘅經濟貨幣政策係點先。喺2012年，當時大受國內壓力嘅首相安倍晉三諗嚟諗去都唔知點好，終於咧俾佢諗到點樣醫翻好日本。第一，佢決定政府咧一定要大量花錢去刺激呢個經濟活動。第二，既然要咁多錢，喺邊度揾呢？當然啦，就要同人借或者自己印啦。第三，佢都好清楚日本係極需要一個結構性嘅經濟改革，要鼓勵翻啲民間嘅投資。呢3樣咧亦都係安倍經濟學嘅3支箭啦。所以安倍政府由2013年開始長期實行呢一個 QQE， 即係定量同埋定性嘅貨幣寬鬆政策。Wing 你真係噏乜啊？其實咧上次已經教過㗎啦，但係咧今日咧我再淺白一啲咧，再話你知。安倍要借錢，咁借錢最重要係咩咧？就係利息啦。安倍咧當時第一時間咧要做咧就係要減息，令到你咧放錢喺銀行冇息，逼你哋咧將啲錢拎出去，咁樣就可以成功刺激到呢個資金流通量上升啦。因為市場上面有好多錢，令到成個借貸成本咧變得更加平。日本政府同時咧又繼續發國債借錢，因為利息平，所以佢哋借到平錢。同一時間佢哋會做呢個買資產嘅動作，即係咧買翻自己嘅國債、MBS 或者係 REIT 等等，令到呢啲資產嘅供應減少咗，債價升，債息率咧就可以跌啦。喺呢個經濟101咧最重要嘅理論之一就係咧債價同埋債息咧係走反方向嘅。咁即係話咧，如果債價升嘅時候咧，債息咧就會跌。咁呢個理論咧你其實背咗佢得㗎啦。所以咧日本咧要借平錢。佢哋咧目標咧就一定要個利率要平要低。安倍就以為我 QQE 到咁嘅地步，經濟一定得啦。點知咧日本嘅經濟仲係一潭死水咁樣。所以咧幾年之後，佢就加碼推出呢個 YCC 收益率曲線控制啦。Yield curve control 咧，即係指日本央行集中咁樣控制佢哋喺10年期嘅國債利率，因為高息對佢哋係冇好處，佢哋咧就要控制呢一點。就係呢點啦。
個10年期嘅息率，我叫佢 YCC 目標利率。安倍咧就將呢個 YCC 嘅目標利率長期 set 喺0%，只要呢一點升少少嘅話咧，央行咧就會出手買入長債，目的咧就係要壓低翻呢個債息率。我就叫呢套 QQE 加 YCC 嘅政策咧為日本自己生金蛋嘅政策。咁如果你想學多少少咧，可以睇翻之前嘅影片啦。咁呢個長達10年嘅安倍經濟學，加埋呢個 QQE，仲有呢個 YCC，曾經好多人咧都質疑佢嘅成效。但係去到2023年，日本就正式公告天下，我哋得咗啦！日本正式結束長達25年嘅通縮，8月通脹為3.1%，連續2年出口擴張，年度增長咧高達3.1%。最新嘅日本 GDP 按年上升4.8%。2023年日本嘅股市創出33年嘅新高，連股神巴菲特咧都入手日股，台積電咧亦都被邀請去到日本設廠。咁2024年日本又會點樣呢？其實我自己最關注咧就係日本央行 BOJ 嘅動靜，因為咧呢個係直接影響全球市場嘅資金流向。我哋睇一睇 BOJ 嘅 timeline 啦。喺2022年12月啊，日本央行首次將恆久以嚟嘅 YCC 目標長期利率咧由0.25放寬到去0.5%，容許呢個債息上升，亦都係我所講嘅日本將自己攞嚟刺激經濟嘅金蛋規模咧縮細咗啦。今年4月 BOJ 新行長植田和男上任，當時咧呢個長期利率咧仲係0.45%，但係去到7月 BOJ 咧就再次允許呢個 YCC 目標利率咧上升去到1%，但係同一時間咧日本又以歷史最快嘅速度咧去買翻自己嘅國債喎。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度有啲 tricky 啊？咁你頭先學咗啦，買債咧係貨幣寬鬆啦 QQE 嘅一種，但係咧容許呢個 YCC 嘅目標利率上升咧，其實係呢個貨幣緊縮即係 QT 嘅一種。咁 BOJ 咧點解要咁矛盾咧？係，我知道呢度係有少少複雜，等我解釋俾你聽。呢個搖搖板咧就代表利率，日本央行咧明知呢個搖搖板嘅利率咧將來會係向上升噶啦，只係咧佢唔想呢個搖搖板升得咁快嘅啫。日本喺維持呢個10年期咧 YCC 嘅目標利率係1%嘅同時咧，其實植田和男咧上任以嚟咧不斷咧俾市場一啲暗示噶啦。嗱，我咧就會放棄呢個 YCC 噶啦，但係未知幾時，不過會噶啦，遲早都會噶啦。咁你哋明噶啦 ，get 到噶啦。所以咧呢啲海外嘅投資者咧，其實已經預期日本嘅長期利率咧係會升噶啦，佢哋就開始拋售呢個10年期嘅公債，淨係單係今年7月咧已經拋售超過9.26個 billion 美金嘅公債噶啦，創出咧呢個2023年1月以嚟最大嘅 sell off， 因為太多嘅債券投資者咧都拋售啦，所以咧呢個債息率咧係上升。好啦，我俾你升少少啦。植田和男咧又想保住呢個 YCC 嘅控制，但係咧亦都受到咧海外嘅投資者不斷拋售咧日本嘅軟債咧，令到呢個利率咧不斷攀升。咁佢冇辦法啦，唯有將呢個 YCC 目標利率咧定為1%，變成日本央行咧要買更多嘅債，成個 YCC 嘅成本咧亦都越嚟越高。所以喺7月28號開始，其實咧日本央行已經進行最少2次嘅緊急性買入國債，去干預翻個市場。BOJ 前後動用咗7000億嘅日元，好辛苦咧先將呢個搖搖板咧平衡翻落嚟，買埋咁多債。其實佢哋依家咧點樣去平衡翻自己數簿裡面嘅收益同埋成本咧，先至係植田和男依家最大嘅難題。事實就係日本嘅經濟咧，其實未完全 ready 咧，央行係就咁樣收水嘅。咁我一陣咧就會再同你哋睇下佢一啲經濟嘅數據。所以日本央行唔想市場嘅投資者認為日本咧即將要退出 YCC， 所以唯有咧一邊又做下放鬆政策，一邊又做下緊縮嘅政策，所以咧變成兩樣都做，咁矛盾啦。今年嘅9月21號。日本央行咧就重新維持翻短期嘅利率目標為-0.1%，而且咧將呢個10年期嘅債券殖利率咧目標維持不變，即係0%。雖然唔加息，但係投資者咧都唔係蠢噶嘛，所以佢哋繼續拋售呢個日本嘅遠期債券。10年期嘅日本公債殖利率咧已經升到去0.746%，為10年嚟最高。所以咧，so far我哋知道植田和男佢嘅政策咧有5大個要點嘅。第一，已經係排除晒咧日本減息嘅可能性㗎啦。第二，佢會不斷擴大呢個 YCC 嘅目標利率，暗示咧未來咧要減少依賴呢個 YCC。第三，呢個短期利率咧有機會上升。第四，就係佢非常關注呢個 FX 嘅波動。對於呢個咧53年低位嘅 yen 咧，對日本嘅影響係點咧？佢非常之關注。第五，如果呢個通脹持續咧，
佢認為係可以加息。咁雖然我哋知啦，日本央行最終係想減少依賴呢個 YCC， 但係減少呢個 QQE 同埋 YCC 最大嘅前提咧，其實係日本嘅經濟。安倍咧搞咗成10年咧先搞好呢個通縮。咁究竟日本嘅經濟 ready 唔 ready 去收水咧？呢度我會同你哋睇睇日本經濟嘅 good 同埋 bad 啦。首先睇一睇日本依家嘅優勢喺邊度先。第一就係呢個咁平嘅日元啦，平嘅日元係2023年日本經濟最大嘅推動力，因為可以大力咁樣刺激佢出口。而喺成個市場預期日本央行將會放鬆呢個 YCC 嘅目標利率之下，日本銀行啊作為最大嘅海外債券嘅投資者之一咧，可能咧佢會將自己嘅資金咧由海外匯翻嚟呢個日本，令到日本嘅國內嘅債券咧更加有吸引力。其實日本5大嘅銀行同埋其他地區嘅銀行咧對日本國債嘅投資總額咧今年已經達到11426億㗎啦。比起7月份當時日圓被拋售7641億嚟講咧，其實即係代表日元咧喺8月嘅時候曾經出現呢個逆轉，市場由大幅拋售日圓轉為買入。今年日本除咗 GDP 嘅成績超好之外，股市表現咧喺東亞嚟講亦都係非常之出色。喺失業率30年新低之下，日本嘅人工咧創出28年以嚟咧最快嘅升幅，而日本喺國外嘅資產淨額咧繼續維持喺高位，目前咧係85.27個 trillion， 講緊係中國、美國、英國同德國4個國家加埋嘅總額嘅2倍有多。只要有部分嘅呢啲資金咧流翻去呢個日本市場嘅話咧，都可以大力咁樣刺激翻佢嘅國內經濟。而日本嘅旅遊業咧亦都喺度大力復甦緊，單係6月份啊，日本嘅外國旅客數量咧已經按年大升1600%，而消費者信心咧喺過去8個月裏面咧一直都上升，目前咧處於呢個2021年12月以嚟咧最高嘅水平。日本嘅公司業績咧亦都連續3年創新高，預計今年主要日本公司嘅淨利潤咧將會成長最少4%。咁喺安倍經濟學之下咧，日本持續採取更開放嘅政策，積極咁樣吸人才同埋新技術。譬如台積電咧，佢就投資喺日本九州嘅工廠咧，將會喺2024年咧開始生產呢個晶片㗎啦。同時咧，台積電亦都考慮喺日本咧起第2間嘅晶片廠。我知道咧好多人都對投資日本咧有興趣嘅，今日咧我就揾咗 Saso 去贊助呢段影片。Saso 咧係一間持牌嘅丹麥銀行，相比起其他嘅券商咧，Saso 嘅平台提供多達71000種環球投資嘅工具，包括外匯、環球股票、債券、貴金屬、REIT 等等，啱晒咧中意多元化投資嘅你啦。Saso 喺呢個外匯買賣上面咧已經有30年嘅經驗，佢哋平台上面外匯投資工具咧亦都好齊全，包括現貨、遠期、期貨同埋期權等等。喺 Saso 上面交易主要嘅外匯貨幣咧，差價更加可以低至0.4點子起。如果你有興趣投資喺日本市場嘅話咧，Saso 有接近成500隻嘅日股俾你揀。Saso 亦都提供一系列同日圓相關嘅外匯投資，譬如美元對日元、歐元對日元、澳元對日元等等。想睇定呢個市先至投資，依家單單將啲錢放喺 Saso 嘅投資戶口裏面，未投資嘅現金咧都可以享有高達4.5% 嘅存款利息。如果有興趣開戶嘅話，可以 scan 翻呢個 QR code。直接開戶。當然投資有風險，投資之前咧最緊要自己做好功課啦。如果你想學下點樣睇公司嘅財務報表，點樣做估值等等嘅話咧，可以睇下我哋嘅課程連結。雖然依家睇落日本嘅經濟咧好似好強勢咁，但係咧佢哋仍然面對緊唔同嘅挑戰。日本央行不停買債，加上呢個債利率上升，植田和男要維持呢個 YCC 嘅成本咧已經變得越嚟越高啦。喺日本嘅114兆國家嘅開支預算裏面，已經有高達1/4嘅錢係用嚟買債同埋俾息㗎啦。雖然好平嘅 yen 對佢哋嘅出口好，但係對佢哋嘅入口就非常之唔好啦。日本係一個冇天然資源，亦都好多原材料要靠入口嘅國家，所以植田和男係極度關注呢個咁低嘅日元，因為好多中小企其實都捱唔住呢個輸入性嘅通脹，同埋人工不斷要加。呢個中小企業8月份嘅破產數量激增，有信用問題嘅中小企按年激增80%。喺全個日本所有嘅公司嚟講，其實有99.7% 都係中小企，所以植田和男知道呢個 yen 唔可以再長期維持喺低位㗎啦。但係佢同時又面對緊，其實全球嘅經濟又唔係真係咁好喎。歐洲、中國好多地區經濟仍然放緩。如果呢個 yen 真係俾佢升咗嘅話，日本嘅出口會唔會有問題呢？
到時會唔會又會返去通縮呢？而喺調整咗呢個通脹之後，日本7月份嘅實質人工呢，其實係連續第16個月下跌。日本人嘅人工呢，仲未追得上呢個通脹，咁樣會嚴重打擊消費者支出同埋信心。而日本7月份嘅家庭支出呢，按年亦都跌咗5%，連續5個月下跌。同一時間，日本咧今年第一次咧有超過1/10佢嘅人口咧年齡係達到80歲以上，人口裏面有29%咧係65歲以上，創歷史新高。所以日本其實係同時面對緊30年以嚟最大嘅機遇同埋最大嘅挑戰。咁2024年咧，日本嘅經濟我哋又要留意啲咩呢？我自己睇啦，今年內咧 BOJ 仍然係好有機會做呢個搖搖板嘅動作，因為咧日本一般咧係4月咧先會 review 佢哋每年嘅人工嘅，所以咧如果你要睇佢哋人工點嘅話咧，要留意翻出年4月公布嘅人工水平，到時咧睇下佢哋可唔可以跟翻個通脹啦，亦都要睇一睇咧中國或者歐美嘅經濟情況啦，全球對日本嘅產品嘅需求夠唔夠去支持貴咗嘅 yen 呢？所以喺2024年，日本可唔可以結束呢個 QQE 同埋 YCC 咧，仍然係取決於佢哋自身嘅經濟實力啦。另外，美國嘅利率咧，其實都會直接影響呢個日元嘅。依家咁平嘅 yen，有部分都係因為美國加息去到22年新高嘅利率，所以如果美國喺出年減息嘅話咧，日 yen 可能會出現一個大反轉走高嘅喎。而一旦咧植田和男決定停止去再買債嘅話咧，市場咧就會解讀為呢個 QQE 嘅結束，即係全球唯一嘅負利率經濟體咧都消失啦。全世界嘆咗咁多年平錢嘅年代咧，亦都正式結束。咁你認為影響係乜嘢呢？ A 股市表現會向下， B 冇影響，因為咧咁多嘅國家嘅經濟內需咧非常之強勁。C 日元會走強。D 其他留言話俾我聽啦。Saso 最近咧有新嘅3重開戶獎賞，如果你開佢哋嘅香港戶口，而且完成指定嘅任務咧，可以獲得高達港幣1200蚊嘅迎新獎賞，仲有呢個無上限嘅外匯交易回贈。詳情咧可以睇一睇下面嘅資訊欄，或者 scan 翻個 QR code 入去 Saso 嘅活動頁面咧睇一睇個詳情啦。好，今日嘅分享就到此為止，下次再見，拜拜。